怎么会？木队不可能是凶手的，一定是谁用了什么办法偷走了木队的警枪。虽然我也不愿意相信，但这是不可能的。除了木队，没有人可以潜入警械库，从上锁的保险柜里拿走他的枪。现在有了确凿的证据，师哥的案子会提前开庭审理。我们接受现实吧。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李飞、夏彤，你们来我办公室。请坐。这是徐墨被害当天寄出的挂号信，收件人是我。里面是个 U 盘，但数据好像损毁了，暂时读不出内容。我在想，他为什么要寄这个 U 盘给我？这和他被杀是否有关？李飞、夏彤，听说徐墨被害的那天，你们见过他？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起过什么？或者他看上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什么不对劲儿啊，他一直在那里练习射击。如果徐墨真有什么事要告诉您，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您，还要特意寄个 U 盘？也许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了危险，而又不便马上把事情告诉我，才留了这么一手。总之，我明天会把 U 盘送到信息科，让他们试着恢复数据。你们很可能是最后见到徐墨的人，希望你们再回忆回忆他当时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好的。我知道最近事情多，很抱歉总是把你和李佳烈牵连进来。没关系。你是在找这个吗？是你？你不打算辩解吗？那就让我来说吧。所有的事件当中，只有杀死徐墨是你临时起意的吧？所以留下的破绽也最多。最先让我感到不自然的是，凶手特意把尸体移到墙角，还有这个用死者血迹画出来的靶子。为什么要特意画一个靶子？真的是因为猎奇吗？其实，凶手做这些都有必然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摆在所有人面前。只是谁都没有注意到。仔细看这里，在靶心上有一块血迹的颜色要深于其他地方。血液在流出人体后，红细胞遭到破坏，血红蛋白会逐渐从鲜红色变成暗褐色，所以出血时间越长，血液颜色也就越深。也就是说，那一块血迹要比其他血液更早沾到墙壁上。李佳烈，这块血液的形状，你觉得像什么？有点眼熟，总觉得哪里见过。答案就是这个。这是手铐，你怎么会有手铐？没错，这就是凶手不得不在墙上画靶子的原因。死者被凶手袭击后大量出血，在缠斗中，凶手随身携带的手铐掉在了地上，沾满血液。而后，死者在反抗时，随手抓起地上的手铐扔向凶手。但手铐没砸中凶手，而是直接飞向墙角，在墙壁上留下一截半圆形血印。当凶手发现血印时，血液已经干了，要擦干净非常困难。从血印很容易看出手铐的形状。如果这件事被发现，凶手的身份也必将曝光。因为身为鉴定员的徐墨不会配备手铐，所以那一定属于凶手。于是，为了掩盖那块血迹，凶手临时想到了一个妙计。既然清除不了，那就索性把痕迹放大。手铐印是圆的，直接涂成靶心再适合不过了。当然，光有靶心还不够，凶手继续用死者的血绕着靶心画了一个靶子。这样一来，除了能够掩盖手铐印之外，靶子的另一个作用还能将调查的焦点转移到死者射击运动员的身份上，这样自己就不会受到怀疑。凶手随身带着手铐，这么说，有特殊癖好的人，唯一会随身带手铐的只有一种，就是警察。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话。另外还有一点，死者家的鞋柜里有一双女士拖鞋，上面少了一块绒毛，绒毛的缎面还很新，像是最近刚被剪掉的。鞋柜里的鞋子放得很整齐，类别也分得很清楚，这点从居家摆设也能看出来。死者有轻微的强迫症，应该不太能容忍鞋子上有这种瑕疵。唯一的解释就是，绒毛是凶手剪掉的。
或许死者的也沾到了拖鞋上，凶手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行凶时穿着这双女士拖鞋，于是把沾血的绒毛剪了，又把拖鞋放回鞋柜。推理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凶手是一个徐墨认识的女警。我说的没错吧，李飞小姐？啊！你们搞错了吧？我只是来薛局办公室拿一份文件，我不可能杀徐墨，我为什么要杀他？你的动机也很显而易见。其实徐墨被杀的理由和射击没有任何关系，徐墨被杀只因为他是第2分局鉴证科的鉴定员，这也是一个被猎奇杀人现场掩盖的盲点。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想的话，作为鉴定员，徐墨最近在负责哪个案子呢？他负责的正是李斯被杀案。那颗从李斯尸体里取出的子弹，原本正是由徐墨负责鉴定的。啊！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就都能够串起来了。不是的，我来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吧。首先，雪碧瓶恶作剧事件的犯人也是你啊！那天在天台，我揭穿了张倩的犯罪手法后，他在述说动机时提到冯毅曾在自家窗外安装摄像头的事。那天跟在我身后偷拍，在我窗外装摄像头，你知道这是什么感受吗？那时候你也站在边上，得知这件事后，你先我们一步潜入冯毅的家，将他的电脑格式化，毁掉所有有可能拍到你的视频。你就是警察局的内鬼。可是他为什么要搞这种恶作剧出来？当然是为杀害李斯、陷害木队做铺垫。什么？所以杀死李斯哥哥的真凶也是？对，也是他。不会吧？让我一步步来说明。出于某个动机，李飞想要谋杀李斯，但他需要一个替罪羔羊，于是选择了李斯的上司木队。要陷害木队，必须在现场留下能够指向木队是凶手的假线索。这些假线索包括故意在内壁留下海绵擦的玻璃杯，垃圾桶里的盐汽水杯环，还有就是那一大堆空的雪碧瓶。但是一般人家里不会有那么多雪碧瓶，为了让李斯去买大量的雪碧，于是你制造了雪碧瓶恶作剧事件。恶作剧事件发生后，去找李斯，请求他帮忙调查这个案件的人正是你。正是有了这个契机，李斯才会去买一大堆雪碧，于是他家里出现那么多雪碧瓶，也就变得合乎情理了。居然还有这层深意在里面。但是夏彤，就算李飞是第2分局的警察，也没办法随便拿到木队的枪吧？他到底是怎么用木队的警枪行凶的？他根本不需要拿到警枪，只需要拿到一颗从警枪里射出的弹头就行了。啊？这怎么拿？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解释。我先来说明一下李飞的原计划。原计划？总之，李飞拿到那枚弹头后，就去找李斯。来到李斯家后，李飞用一把相同型号的手枪朝李斯射击。按照李飞的原计划，子弹会穿过李斯的口腔飞出来。那时，他就把木队的弹头和现场的弹头调包。当然，弹头会事先沾上李斯的血迹，这样就有足够的证据栽赃木队了。但李飞没想到的是，子弹稍稍打偏了，最终卡在了李斯的头颅里，并没有射穿身体，这就没办法当场实现调包子弹的计划。于是李飞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现场放了另一样备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从穆建成的警服上摘下来的纽扣，你用它沾上血迹，留在了杀害李斯的现场。啊？那我们当时为什么没发现？那是因为是我把它拿走了。什么？那天我来到现场，看到诸多指向木队是凶手的线索，又看到地上的纽扣，第一时间便想到是有人想要栽赃木队，于是我捡走了那粒纽扣。当天晚上就去找木队商量对策。第二天，我跟木队当着警局所有人的面演了一场戏，将计就计，根据凶手布置的假线索，把木队推理成凶手。那时候我们早就怀疑警局有内鬼，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于是才在警局演这么一出戏，目的是为了让内鬼自以为奸计得逞，从而掉以轻心，采取下一步行动。什么？你们在演戏？是的。这之后，木队被关进了拘留所，但因为我拿走了纽扣，尸体里的子弹又不是木队枪里的，
根本没有决定性证据能给木队定罪。30天之后，案件就要开庭审理了，如果没有证据，木队很可能无罪释放。所以这时真凶急了，他一定要想个办法，让木队能够真正被定罪。他越急就越容易留下破绽。这时候我又推波助澜，给第2分局寄了木队不是凶手的信件。原来那些信是你寄的？没错，这就给了薛局重新调查李斯被杀案的契机。真凶便更乱了阵脚，他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那个时候，因为雪碧平恶作剧事件，我已经开始怀疑李飞了，但并没有实际证据。我想，当时李飞也怀疑是我拿走了现场的纽扣，所以一直在试探我，还特意带我去李斯家里，要我回忆案情。为了打消他的怀疑，我故意表现得十分坚信木队是凶手，还提出现场没有决定性证据的疑惑。这样你便相信纽扣不是我拿的，我并没在耍什么花样。确信这一点后，你就准备实施新的计划。法医已经从李斯的尸体里取出弹头，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鉴定。你的计划就是找个机会在警局里直接调包弹头，达到嫁祸木队的目的。这一点我和木队也预判到了，于是我们偷偷在证物房里安装了摄像头，想拍下你调包证物的全过程。但没有想到的是，你的计划比我们想的更大胆。你没有去物证房做手脚，而是等徐墨将证物从证物房拿出来之后，直接调包。但不幸的是，徐墨后来发现了这件事，于是把你约到他家质问。你只能一不做二不休，用奖杯砸死徐墨，并把现场布置成猎奇杀人的样子，混淆视听。从雪碧平恶作剧到杀害李斯、陷害木队，又到调包证据、杀害徐墨灭口，你的整个布局几乎都很完美，最后也顺利给木队定了罪。为了引你上钩，我只好又和薛局演了一场戏。薛局假装说徐墨寄给他一个 U 盘，你担心 U 盘里有对你不利的证据，于是今晚偷偷潜入这里，想把 U 盘销毁。又是演戏啊！你们可以拿奥斯卡了。其实你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的话，也不会掉进我的陷阱，只是你实在太急躁了，越是怕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错，就越容易出错。可我还是不明白，他是怎么拿到木队枪里的弹头的？这个就让我来解释吧。木队，好久不见啊！雾气里等候中，真挚花开了风，绚烂的意云重重，黑白空洞，天地苍穹，为何的眼眸中，淋漓被谁感动？皎洁被言语温柔，一笑带过，耀眼火中，阴暗的国度中，谁常不再舞动？优雅的如此从容，沉驻在胸，充实